一个好的驾驶人在旁边，应该是蛮安全的啊。车子只要可以发动，继续前进，去到想去的地方，安全的地哦方。哦，你要求好低哦。那你是觉得自驾在这里是可以的啦？台湾人来自驾，你跟我们的驾驶哦，但是方向不方向一样哦。不一样哦，每次都上错边所以你会不哦。会感觉你很嗯，像每次很像是自己在驾车，忍不住会踩油啊，对不对？刚好都是我也是第一次走的路线，所以没有办法放心的让你驾，因为你是别人家的女儿，所以要好好的保护。那我自己本身呢、虽然是第一次驾，但因为绕了一圈回来嘛，我是觉得这趟旅程是安全的。平安回来了。但前提是我们也为了那个安全，所以我们也提前做了准备嘛，比如说规划那个路线，就想很多咯。因为我们两个女生，所以一直想到，哎，我们是女生，所以就一定要很小心。所以我尽量都在规划的时候，我都想，哎，每一天都不要开到太晚，就是可能希望是在白天天黑之前能够抵达我们那一天的目的地。真的吗？没有哦，哇没有一点做到哦，天！到底是哇，什么好极事情阻止了致啊！我们呢？太理想了我。虽然我们都是早早出发啦。对啊，我们一大早出发，然后因为像我这种 City 哥就会担心，就是如果说呃下午啊，还是大家都出来上班，可能会塞车，所以一定要早早出发。但是都很夜嘞，都是天黑才到嘞，好刺激哦！晚上开车哦，可以感受到嘛，对不对？晚上嗯，那种没有路因为都灯。是就一条路里面有一半是没有路灯，然后就开始又有路灯，然后再下一个路口又没有路灯，好可怕哦！虽然很刺激，但是很感谢，就是还是算是安全的，就是只要我们嗯，继续走着下去，前方就会有光等着我们。路很还有什么平吗？状况啊？路对，路还算平这很惊讶的。突然下雨了，下暴雨了，应该还嗯，好吧？吼，都过去了。都过去了。然后虽然还是有遇到一些小状况啊，就是 parking 的时候，突然间发不动了，我也吓到，然后明明嗯，前一天晚上换了电池，所以我头脑就想到，那时候已经超过几点了？晚上7点，七八超过点了。七点，嗯，7、8点，然后路头脑上没什只是想到，么人。嗯天哪，晚上7点了，车行是找不到了，没有开，那怎么办？嗯我们还在港蹦最南边的一个渔嗯村附近，幸好安哥嗯，有在，安哥还骂了我一下，但是我很开心，他对啊。骂我，他提醒了我一下，讲冷静起来，原来嗯，只是对啊。技术上的问题。原本是很期待啦，看能不能嗯，真的怎么接电，好，不好意没想到一思哦，让下就解你失决了。望哦。OK 咯，就觉得整体来说，有一些小小事情发生啊，但是嗯都蛮安全啊。有一件事情就是嗯，进不了门啊。进不了门，对，那个也是很可怕因为哦，就晚上10点了。几点呢、都点了。晚上10好累哦。啊，那时候已经晚上10点了，还好隔壁哇，的那个马来人，哇，他们一直大门敞开。他们也是晚上10点才到我讲哇，他们怎么对啊。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哦。马来嗯一家人真的很善良嗯，一边吃东西一边开着门，一边在担心我们到底。很感谢他能够接电话。我其实对。那一瞬间，其实我们进去放东西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一种想到，哎，就会担心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我担心什么，但是当你一关上门，我才哎呀。突然间想到问你，哎，我们的钥匙呢？结果真的是在里面，而且很可怕是我的手机也在里面，真的很感谢能够遇到那一家人，他们愿意接对啊，电话。而且他们也刚好跟我们同时嗯，间到。对，而且那个屋主真的好善良啊，他们愿意过来救我们呢，帮我们开门。幸好可对啊。能他们不是很远吧，不知道。我是觉得整个行程是安全的，因为我要的就是有点冒险，小冒险，然后能够划出马来西亚半岛的这样的挑战，然后嗯也感受一下城市以外的乡下的那种放慢的那种速度，便宜又实惠的路线，觉得诶这嗯，一趟旅行还蛮好玩的，安全，我们两个都安全吗？认定哦。你们到底是怎么规划这条沿海绕一圈的路线？真的走得完吗？
这个只能问你了啊，因为我有打开那个马来西亚的地图啦，看了很久，看不懂啦。然后因为一开始你就丢给我2个路线嘛，一个环山，一个环海。但因为那时候刚好要去爬山，要待在山里太久了，所以我毫不犹豫就选了沿海路线。我觉得这么你这样快给我回答，你到底有没有看？只是因为时间也不多啦，我不确定这样子到底怎么环比较好。因为其实台湾的话，1周环岛就有点赶了。那马来西亚又比台湾大这么多，台湾只有900公里哦。我们绕了一圈大概有多少？2000-3000，差不多要3000公里。哇，我们6天算是奇迹了，真的。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确定能不能走得完啊，但是因为当你给了我飞机票，你定下来了你的飞机票的行程的时候，一开始我也是看错，一开始6天而已啊，然后看不是7天，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还是要用6天的时间来到试试看嘛。我也要打开 Google Map 啊，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很真实的放大来看清楚我的马来西亚半岛大马半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讲不管6天里面确认每一个路线是不是真的是我的车可以走，因为我担心有些路线是可能车是没有办法走，只有摩托，然后就可以画得到，那就开始第2个就开始要去算那个距离了，每一天我大概应该要走多少公里。抓公里的时候我也是会担心的，讲我是不是车上要预备那个车油下，因为怕没有油站怕没有。对啊，因为想到都是甘榜路啊海边，会不会没有油站呢？这样算一下就再放大 Google Map， 再继续放大去找有没有油站。我的车子大概可以走400-500公里，500到500多啦，其实600也可以，但是我没有去到最极限嘛，所以我通常最安全都是走了400公里这样子的路线，就会想到每200公里我就必须要找到油站，或者150就要找到比较安全。第3个点就开始去找了关键点油站啊，然后油站就是可以休息啊，上厕所，还有住宿的地方。住宿的地方就是我的每一天的重点站了，觉得不想去一些没有什么特色的地方，所以也会去找一些有特色的地方。所谓的有特色的地方既然是画外围嘛，不一定是大家熟悉的景点，所以我也是有点调皮啊，就想我不想走太景点的地方，想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也很想去探险一下，去看一下我所不知道的马来西亚啦。画完了之后我也会想不可能只是一直赶路，还是希望有一些地方可以停下来看风景。一天里面可以走3个州，几乎每一个州我都会停下来，让我们可以看一下，去感受一下，吃一点东西呀，或者是看一下那边的风景啊，还是之类的。1天就环完台湾半岛了1天就可以看3个州的景点，这个太夸张哦。怎么画的呢？而且在之前我连我自己也都在怀疑，6天真的走得完吗？虽然计算起来演算起来是做得到，但是也会担心你会晕车，担心我会不会累。没有想到我们真的做得到嘞，好神奇哦，到底怎么做到的？去看回每一集再去反复去想到底怎么做得到的呢？而且我们很多风景，有一些地方我们也是走了我们忘记拍，有些吃的东西也是忘记拍了那个地方。当初没有想到要剪出来，没有，因为当时真的没有想到剪出来。当时我还甚至跟讲虽然有带器材来啊，但是因为就觉得有走过的地方，就我们2个职业病还是很想记录一下，对拍一下我们看过什么啊，我们所以当时我们想到我们就练习啊，想拍就拍，不想拍就不要拍，因为我们不是来工作的，我们一直跟自己说对不对？结果还是拍了然后拍了又觉得又把这些素材弄成影片来记录来留下来，又觉得很浪费。整个走完了的过程当中就觉得有一种满足感不知道之前都没有去过那些地方吗？没有啊，我没有这样子去过真的真的，每一条路都很新鲜，
巴有去过吗？也算是第一次诶，莫也是第一次。波德森 PD 有去过波德森，我没有去到谷谷啊。我们通常我们去 JB，我们都是走里面高速的路线，我们都是去新山，靠近新加坡，不会特地下到去那个最尾端，我也不会特地去到相对的另外一端，那个叫什么？是湾岛，是湾岛，我也没有去过最上面点的哥打巴路。好像如果说去彭亨的话，我也不会特地去北干，就是我们那一天晚上住的那个海边，那些点我都是第一次去的。泰国边境那边，通常我们去泰国去和蔼，我们也只是经过，我们不会逗留在那边。我是大三角嘛，去槟城我是只是逗留大三角，我也没有逗留那一天晚上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我也没想到我这人生可以去做这样疯狂的事情。台湾我发现到台湾人很喜欢做这件事情，环岛，常常听台湾人说环岛，好厉害。小时候就会有这个憧憬吧，骑摩托车或骑脚踏车或开车或坐火车，有很多环岛或徒步走路环岛，真的。对，很多方式可以环岛。我其实得到环岛的灵感，我也是透过你们台湾来的。因为你们台湾就常常说，看你们常分享我要环岛挑战，台湾有台湾的环岛，这么我们没有听过马来西亚半岛。这次环完吗？土地特别大，特别辽阔，好嘞。整体来说是很舒服的。不会晕车啦，那个驾驶开得很好。然后因为它也就是沿海路线嘛，所以其实山路只有在靠近泰国边境那一段有开山路，其他好像都在走海路啊。几乎啊，因为我们就是要，因为泰国那边我们是跟泰国连接了嘛，北边。OK 啦，整体很棒，6天可以做得到，真的很厉害。但如果可以的话，因为我们是工作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请那么多天假嘛。但是很像那些可以请很多天假，或者是已经退休了，真的是可以慢慢走。每一条路线慢慢的停留，而且都还不错的。这一趟大概花了多少钱？最花钱是哪一个部分？应该是出发前3周吧，10月底才知道可以拿到假。今年的山已经爬完了，对，所以我想11月底应该可以。看了一下机票，然后请一下假，看来看去机票钱差不多啦，来回大概8000台币。我是没有买行李的哦，有点贵哦，1000出3个礼拜前。其他的吃住交通，就如果我们没有去城市吃的话，就是吃路边摊小吃，其实价钱很 OK 啊。我们又不是去海鲜馆。第一天有吃海鲜馆。有其实我们很爱吃，但我们不可以较多，因为很浪费。住的也很 OK 啊，比台湾便宜太多了。住之前才找到的。这个所以我觉得太厉害了。一开始我其实蛮担心，如果当天才订住宿的话，会不会找不到好的住宿以及贵住宿的部分。很幸运我们就订第一个晚上真的，然后之后都没订就交托了。再看吧，没事的，反正我们最后也是没有睡到路边，好可惜哦。不要乱说，不能乱说。下一次不可以对不要，千万。我是马来西亚人嘛，我也是觉得没有很贵，海边啊、甘蹦啊、小城镇啊，所以那些的物价跟吃饭的都不会贵。这个旅行离不开主要的开销只有3个，一就是油钱。我觉得是很幸运的，刚好我们马来西亚的油钱比其他国家便宜。我们虽然是有产油，但是我们也是有 import， 我们是一半一半的。我们也有出去，我们也要进口。马来西亚政府有给补贴啦，给我们马来西亚人，所以油价不会很高。但是我不知道可以给到多久啦，因为打仗了嘛。很可怕。再打了。对啊，我们马来西亚也是差不多要面对这个事情了。对吧？我们一天没有100
对，不到100。因为我家的刚好也是 Beza， 就是经济车，就是很省油的马来西亚国产车，25立的可以开400公里，然后这25立的就差不多50块马币，一天里面可能走400-500，整体来说100或100以下。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住宿，我们刚才有讲嘛，相对来说我们都找到100多块的，因为我们是用 Booking.com 嘛，然后有看到最便宜的是什么80-90多块的。但是呢，因为我也有想到怕太便宜会太脏，因为我们也有要求嘛，希望地方是干净的。我们很幸运的都找到100多块，100多块2个人一起住的话，一个人才几十块啊，其实很算是值得的。一个那个房间里面都有独立的厕所。但是有一个东西我发现到啦，我是马来西亚人嘛，如果马来西亚人来去订的话会比较便宜，比起台湾人去订，没有加税嘛，就没有加税。对，吃真的是超便宜啊，我们一天都没有吃到100块耶，整个旅程6天我们吃了多少钱？2个人400。6天，2个人400，个人6天200块，以台币来说就是1500左右。对啊，别人可能都在怀疑我们到底有在吃饭吗？有吃吗？一天里面问很多次，你会饿吗？我们要不要停下来？然后讲不会啊，不会饿啊。我讲看风景好厉害哦。我们的确会停下来的时候，就是当遇到哇这风景好棒哦，我们可以飞一下嘛，这是安全的地方。然后过路费，可是过路费真的给很少，还好，因为我们几乎都不用高速，除了淹水那一次没办法，大部分都没有用高速，所以我们不需要有过路费。我们走的都是旧路，就是马来西亚讲旧路，就是所谓的公路一般道路就是蓝色路牌，高速就是要给钱的话就是青色的路牌。我们是有这样子的。所以最贵的费用是在哪里呢？宜轩的飞机票加总花不到2万块，这很厉害耶，用2万块台币来绕了一圈耶，而且该吃的有吃到啦。但是呢，我们有一些素材真的是我们吃了，但是没有放进去啦，比如说肉骨茶嘛，对不对？如果这一趟是以美食为主的旅行的话，我是不可能放过你。让你吃那么少，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多马来西亚华人的食物，马来西亚马来人的食物，马来西亚印度人的食物，以及一些其他纽尼亚食物啊，还有一些原住民的食物，其实都还如果说很细腻的来去寻找的话，其实是吃不完的，还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去吃的。第4题了马来西亚真的适合自驾吗？路况跟驾驶习惯会不会很难适应？马来西亚跟台湾方向不一样了，但是以整体来说，大家开车是还蛮友善的，不会按喇叭，就算车多，大家还是会让。我的感受是这样子。我们连提醒都懒得提醒哦，好奇怪哦，干脆超车去隔车就算了。东海岸大车比较多，然后槟城，我反而觉得东海岸还蛮舒服的，因为我以为东海岸会很危险，因为很多本地人都有跟我说，走东海岸路线要小心一点，很危险。我也是会怕，听他们说的时候我也担心，但是这一趟还蛮顺利，也蛮舒服的。因为西海岸我也是第一次走公路的一般道路的路线因为有一些重型车的关系，所以有一些道路是很多坑的。东海岸刚好不知道是我们幸运还是什么，就很多新的路，对，黑色的嘞。我讲哇，好新好舒服好神奇然后他们说的那个3号公路，东海岸3号公路线，是风景是蛮美的。对啊，那个从东海开到西海，那个真的哇，因为有点山路的感觉，所以其实蛮舒服的。而且我们还遇到很多骑自行车的车友，可是那一天是蛮可怕的我觉得，因为下暴雨啦，开始在下暴雨了，天哪，在山上他们很努力很奋力，而且真的是靠近了才看到就其实那时候很蛮挣扎我要停下来嘛，问他们要不要嘛，可是他们有几个人其实蛮担心，因为我是靠近才看到他们，我也是会担心等一下其他车看不到他们怎么办。而且他们没有穿那个反光的，对，因为是白天吧，可能他们也没有想到。可是马来西亚的暴雨是那种下到可能会看不到你，当你觉得
自驾下 OK 车吗？自驾 OK 是哦啊，只要下载那个啦，你们在用的 Waze。在马来西亚除了用 Waze， 也有人用 Google Map 吧，只是我喜欢用 Waze，它会提用 Waze 醒有点很多不一样。路上有哪里跟你说有淹水。对啊，而且跟你说，他连前面有没有警察也会提醒哦。但是也有问，那个警察还在不在啦？可能就是来问，还在不在这样子。那如果问我的话，我都绕了一圈嘛，我是觉得，还蛮 OK 的，有点像油车河这样。如果你不赶时间呢，我是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难适应，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讲，会不会很挑战啊？开那么长的时间？但是我跟你说，我是经常开车的，再加上我有被锻炼过。我们马来西亚过年如果要回家乡，那个真的是煎熬新闻报道说有些人就是在高速上可以塞10多个小时但是我的经验是我之前有试过从槟城回来吉隆坡的时候开了9个小时，一整天啊。所以因为有被锻炼过吧再加上我开车我是精神的，我不会晕车，是蛮舒服的对我来说，而且一边开，而且不是堵车的情况嘛，只是慢慢开，一直在动，车子一直在动，而且有风景可以看，所以是很舒服的。有一些路是会比较窄比较弯但是慢慢开咯，开车习惯要稍微要调整一下，因为如果你是城市人，你习惯就是很急嘛，什么都要快赶快，但是呢因为你这个是自驾，你是旅行，你就必须要放慢，就有时候你要换来换去这样。那实际开下来的话，我觉得你只要开得稳，不要太急，其实大部分情况都是可以应付的。还有什么呢？小心路上有牛对，其实有一些路牌就是有小心牛小心马来貘，小心大象，还有小心一些野生动物啦，其实蟒蛇也会出现还有老虎。对，我们遇到牛而已温顺的牛幸好还有一个什么天气下暴雨。其实下暴雨的话，因为真的即使是白天下暴雨的情况是别人是很难看到你，所以那个情况之下你真的是必须要放慢速度，走慢道路，然后你要开大灯双闪灯，那个每一个情况你都要先以安全来去设想，整个自驾都会很安全。如果是你会选 A 全部先规划好， B 边走边看随性一点。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是出去玩的角色所以我当然选 B 咯，重责大任就推给对方。边走边看随性一点其实蛮舒服的，我也是很想选 B我的答案当然是会选 A 加 B 虽然我是 J 人啦然后你是 P 人，当然我是喜欢规划的人，但是我是觉得啦，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总是一直在跟你讨论，我是觉得这一趟的行程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行程，我们2个人的，当然希望能够综合我们2个人的想法来要去玩比较有趣啦。虽然我是很想我很习惯性的想要规划好所有一切，但是还是觉得虽然规划总是还是会变的，而且不一定我所规划的东西都是对的，或者是你也喜欢的，所以一定要看我们2个人都舒服的行程，所以是以这样子的想法再去做规划。所以我是很开心有你这个比较喜欢自由啦天马行空一点的太披露就对这样子才可以互补嘛，我是觉得啦。所以这个行程是算是我们2个性格的结合而产生出来的旅程，是蛮有趣的。我只是一个要求而已，就是画出一个大地瓜台湾是小地瓜，我们马来西亚半岛是大地瓜，开车的路线都能够画完整个大地瓜其他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去哪里其实都很随性住什么地方干净就好所以因此我才一直跟你讨论讲我们走这样的路线你 OK 吗？可是你因为也没有概念嘛，对不对？对没有概念 OK 就是画出来，一定要做到画出来，以及安全，就是每一个地方每一天一定要遇到几个油站才可以让我安心。住宿也很随性住宿后来就是本来想
怕找不到地方住，要睡街边。对啊，我是想说哇，一天要开这么久的车，确定这样子可以绕得到，所以想说如果有突发状况，就选当地的住宿啦，就不要一定要开到那个地方。很好玩啊，所以因此这样子才变得很刺激啊！下午都会停在路边，在努力找晚上的住宿，好刺激哦！其实蛮好找的啦。也有一个状况是很担心，就是我们停靠的路线路边就是网路 O 不 OK？ 因为我们不是所有的有些地方没有网路，有一些郊外是比较强，有一些在城市会比较强。有些是在岛上比较强，我是特地选郊外的啊，真的吗？幸好真的是互补哎，感谢。然后我们也有很多 B 的部分嘛，就是然后也没有特别去想我们要吃什么。虽然我头脑也有想，这个州什么地方应该会有出名的什么食物，但是呢，因为我想到还是走那个路线嘛，所以一面走就一面看，会不会遇到？所以有时候就会，你会看到我停下，怎么停下路边吃榴莲、阿崩芭类。乌达那个鱼饼，还有光饼，还有那个我没有拍到的那个什么圣埃布丹尼双溪大年那个豆沙饼，我们只是知道忘记了，就觉得整体来说最好就是 A 加 B 是最好玩的。该要规划的必须要规划，其他可以很松动的吃啊，玩什么啊，去哪里啊，遇到什么，停留的时间也没有特别的去强调我们到底要逗留多久，对不对？总结来说，有规划的出发，但是在路上我们是比较随性的在走。我就是一路上随性走下去了。对，你一直放空，哇，好厉害。沿途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最大挑战就是马来西亚很大，6天，马来西亚很大，6天要怎么绕得完？结果我还是绕完啦。最大挑战就是每天路程好长哦，从我们早上每天都很早出门啊，晚上也都是很晚回去，这应该是最大挑战，体力的考验。但我觉得最厉害的还是开车的人啊。就我负责坐车而已啊。除了这个呢，当然也有遇到很多事情啊，车子没电、淹水、没电、爆胎的那一瞬间啊，你看我一脸很镇定的样子就知道我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对不对？还好路边都有很多人啊，刚好我们爆胎的地点是在工厂附近。但是我也有在想因为是在工厂附近，所以很多钉子吗？怎么可以爆得那么夸张哦。幸好我们的车子都有备胎。如果说撇开路途长，那就是淹水，路没有办法过去。我们本来要沿着沿海路线，但是开到前面看到，哇，大家都跳下去玩水了。对啊，连玩水小朋友都可以玩水，就真的很高一下。而且那个轮胎应该有一半了，到引擎就不行了，只好又绕回去。就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之下，那个最大挑战是连位都还来不及告诉你该走哪一条路，就可能有一些他一直建议我们的路线，几乎我们走了好几个地方，已经有人在那边只是说你不可以通行了，已经淹水了。但是有些很高的车，比如说货车，他们有看他们挑战，对不对？对，结果冒烟呢，冒烟，可怕，是引擎太热了，遇到那个水冒烟，我讲哇，这个应该不行了吧？那你觉得最大挑战是什么？我刚刚其实头脑有闪过一个，可是我有点忘记了，要讲一下这6天遇到什么事情。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下雨啊，下到真的是前面看不到路我没有遇过台风，所以我感受不到。但是这种暴雨我常见了，要知道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面对。我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因为绕完了，所以我突然间想不到。但是在绕之前，我虽然有规划嘛，但我还是有一些，就是我觉得最大对，担心就是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我内心当中其实也会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我也会跟自己讲我们就面对看看吧。因为这一趟旅行我的想法也是觉得是来去挑战一些东西，挑战一些平时不敢挑战的东西，虽然不确定对，但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就是很像是不断的练习。虽然你不知道前方是怎么样，但是还是要继续走，就你不可以停下来。下暴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去到那个亚洲大陆最南端，我们快到那个地方了，但是那个水涨上来，我们只能脱鞋子过去。但是我跟你讲，当下我还问你要不要就算了，都来了就过去啊。对，都已经来了，
哦，嗯插破嘴巴要忍不住讲出那句4个字了，嗯，来都来了，还是试试看呢，真是不枉此行啊！我觉得这样子才是真的是真正的旅行吧，爽。遇到这么多挑战，而且我是觉得有一个很幸运的事情是有遇到像你这样的朋友跟我一起去愿意去冒险跟去旅行，因为你的心态真的很好啊。是因为被上山下海过一夜锻炼的关系吗？不敢想象都去了对啊，哪里。你应该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吧，所以对你来说，这个是 small piece， 放松。很放松哦。你看太厉害了，因没有为你遇到因为我只要太多更挑战的东西了。我只要负责坐车就好了。啊，没有啊，我不用你有负责想啊，对不对？所以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怎么样在6天里面绕一圈，对啊，真的时间太短了。这个是真的是很不确定。有一个很刺激，就是我们还是试试看，结果真的是做到了。试试看所以我觉得，你面对什么事情都先试试看，这很重要。没有想到就真的是做到了，太厉害了。但是要规划啦，还是是，还是对，要先算要规划一下，算一下大概应该可以，然后再试试看啊。遇到暴雨还继续开车，你觉得是太冒险？A 太冒险了，B 这才是真正的旅行。我刚刚有好像预言到这句话，所以遇到暴雨，对啊你会继续开车吗？我们因为已经有目的啦，目的就是要绕完一圈，是觉得这是 B 啦。路上总是会有很多突发状况嘛，不会如自己所想的，都是蓝蓝的天，也是会有下雨的时候，所以感谢小蓝，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样经济车可以这样子来挑战。厉害厉害，小蓝真的对啊哇，这一趟给他太厉害了太多考验了。那你呢？那我的答案啊，我也是会选 B 啊，因为对我来说，重点不是硬去开，而是我们有判断了嘛，应该可以怎么样才是最好。那最好的选择就是继续啊。也不会下暴雨的情况，我们的一般公路通常都是会比较高一点的，然后左右两边会比较低，所以因此如果下暴雨，通常左右两边都会积水。你也有拍到嘛，对不对？甚至有一些已经淹水，屋子一半都已经超过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不可以停下来啊，我们也不可能停在马路上，我们唯有继续走啊，因为我们要逃到去安全的地方，高位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当下判断当然是继续走。就刚刚说了，下暴雨我们要尽好责任承担，这个车子一定要开到亮亮，开灯，开大灯，闪灯，然后让别人看到你，然后你也不可以开太快，因为我这个是经济车，我的轮胎就是你要懂你自己的车了，我的轮胎如果太快它会滑，因为我的轮胎也是有好几年了，有一些没有坏，所以要开慢一点，不然会打滑。所以我也是按照马来西亚天气的典型特征来到去判断啊，下雨就是这样子的，过掉它，因为这里下暴雨，可能下一段路是天晴了。是啊，我们两个都选 B 耶，也继续开。以马来西亚来看呢，台湾也是会有这种绕过一个山头就是下大雨，但是你其实隔壁就是好天气也是会啊。我们过一个隧道，就像我住山区，所以这边比较容易下雨。不过你来的那一段时间是比较是雨季型，雨季，对，对，就是刚好遇到那个神亚嘛，就是那个暴风，它就是刚好就是在泰国，他们是在泰国的，对，河岸那边就淹嘛，然后它就风向右转。我们这边太幸运了，很惊险的，而且可以活着，是很感谢的。沿海路线真的比较美吗？还是你其实开久了，你看的风景会看得有点腻？其实马来西亚因为土地很大，就是马来西亚的海跟台湾的海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特别平静跟温柔。台湾的海是比较波涛汹涌的，颜色也不太一样可能东海跟西海不太一样，但是马来西亚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蛮温柔的。但是我们因为这次遇到暴雨嘛，暴风雨前的海是有一点浪啦，
觉得很好玩，就是我第一天在西海岸遇到的都很温柔，很平静啊，就去到最南端嘛，水就开始有一点波动哦，然后我们还没有那种感觉嘛，还是觉得很热。第3天去到北干的时候，我们就住海边嘛，我们那个浪那么大的哦，我讲哇，那个算大的啊，其实还好啊，就觉得是还好嘛，对不对？就觉得还好啦。就觉得哇，原来东海岸的海浪是这样的感觉，跟西海岸有一点不一样。西海岸真的感觉很近是慢慢的涨上来的。之后再去到Kota Bharu最上面的时候，哇，更汹涌了，因为那时候海浪打到上车上啊。对，还没有打到上来是真的啦。也是很神奇，是因为我们也刚好订不到海边的民宿，感谢神给我们避开了。对啊，那一天很自然就找到了一个住高处的地方，下了1天1夜。对啊，反正那一天晚上冷气机都在闹脾气了，半夜叫醒我们，不担心自己，反而担心小兰了。楼下的小兰还好吗？会淹上来。所以海岸线整个都是比较美，对不对？对啊，我是觉得会腻吗？都一直看，会腻吗？会吗？都一直在看海维他命 C， 我需要。你需要维他命 C 哦，我也需要。不会腻啊？你会腻吗？不会耶，我虽然是马来西亚人但是因为我一直在城市工作嘛，所以对我来说开着车在沿海的公路开车，然后看的都是甘榜的屋子啊，看的都是河啊，然后海啊，我就觉得很美耶，很舒服，很疗愈。而且每一个州的屋顶啊，我们的设计都不一样嘛，对不对？然后每个小镇它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所以整体就是给到我一种很像让我内心可以放慢，然后很生活，就是只是在过日子，很朴实的感觉，是蛮开心，可以一路这样子走访。平时是不可能特地去走这些路，去遇到这些人，这样子这一趟走来，其实是我内心的一种修复啊，有解压，舒压。对啊，而且平时如果我们在城市都一直在对手机、对电脑、刷手机，对啊，因为我一直开车都没有时间刷手机，而且我手机都是在开微看路，在想下一个目的，就变得很单纯啊，所有的东西，这就是生活。所以我觉得久一久都要来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旅行，公路旅行，就是放慢哦，就是不要一直看手机的旅行。第9题，台湾人来马来西亚旅行最大的文化差异是什么？哇，这个一定要问你啦！语言太多，太多元了吧？对啊，这次哇，真的惊艳到我了，就是你们也是会啊，各种语言切换你们也是有啊，你们不是有什么马来语、英语、福建话、广东话，哇，怎么每一个都可以，就会遇到不同的人呢？真的是太厉害了。可是我们台湾也是有啊，台湾很像，比如说你们会讲中文、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应该有原住民的语言，对不对？对，但大家都是可以中文沟通啦。就其实跟我们也是有点像。好像如果我们住城市的话，马来西亚我们通常彼此不认识之前，我们都会先讲英语。因为国际语言嘛，就觉得先讲英语，可能大家先彼此听得懂，那再知道对方是比较习惯讲什么话，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切换，就很像我跟你讲台湾就讲中文，就比较你会发现到我讲话那个语气有点偏向台湾的。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有这个神奇的魔术，就跟什么人讲话，我们会很自然会切换到那个说话的模式。那个语气就会变得像你们的语气，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之前就在爱玩客的时候，那个拍摄的时候也是嘛，就那个导演小兰哥，他也是有跟我说，你就讲多点，你就用回你马来西亚当地的本地人讲话的方式来跟主持人讲话，因为主持人台湾人，对，小一哥还有那个 Titan，然后我讲我也不是故意的嘞，因为他们跟我讲的语气是这样我很自然就会用这样的语气跟他们讲话，除非你要我面对的是本地人，然后我就跟你讲OK 啦，这样子啊是 OK 啦，这样子就会比较那个 slang 就会有点不一样，就很自然切换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我们生活习惯太多不同的人，
以这一趟旅程来看呢，因为我们不是走城市路线，我们是走比较外地，就是比较偏乡下的路线，城镇、小城市、甘蹦路线嘛。所以如果以外国人来说，如果没有本地人跟你一起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小挑战，就是大部分如果遇到的就是甘蹦马来人的话，他们会比较习惯听马来语，所以你就会看我很自然会切换，想要跟他讲马来话。但是他们有时候有一些不同的乡下，我会发现他们也的乡音哦，也是有不一样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也是抓讲什么？所以马来西亚我们比较的方法啦，就是我们会讲重点、简单一点的语言，来到让别人听得懂，然后别人也用简单的词汇来让我们听得懂。这样子，可以沟通就好了。对对对，在马来西亚我们就讲可以沟通就好了。所以如果说外国人是咯会有小挑战如果要走我的路线，因为要会一点简单的马来语会比较好。但如果你要在城市的话，就还好啊。除了这个呢，语言上的文化冲击还有什么？就是原来路边的小吃点心也是辣的哦，好辣哦！这个叫什么？叫做很像你们翻过来叫什么煎饼 ？Jendo 是的。你知道吗？Jendo 啊，就是那个不是煎饼吧？Jendo 是尖锐哦，哇，好辣哦！应该不是尖锐，尖锐是甜的，你应该讲的是那个 Rojak，刚好那一档啦，那一档，因为那一档是印度人嘛，他的那个辣是偏辣味的，比较辣的，是真的。Rojak 也可以温和的，或者是甚至你可以跟他说，你不要放辣椒它就变甜了，它就只有甜，因为它没有放辣酱。因为通常我们马来西亚人就是只是单单甜就觉得很腻嘛，我们讲一定要辣，甜辣这样子才可以有一种刺激感，然后就觉得真的是很多元对，食物上会比较多，就是我们不会单一的只是给你咸一定要加一点甜，咸甜。或者是如果还不够，再加一点辣，其实也很好吃。而且你天气很热啊，就有一点辣，就会让你精神啊。榴莲王国，我终于给你吃到马来西亚的榴莲了这又很执着不是泰国榴莲的。对，因为你们在台湾大部分都是吃泰国榴莲，对不对？金枕头，什么金枕头？对对，不过我们不一样啊，我们马来西亚是。它熟透，它自然掉下来，口感跟现在下来让它不一样啊。那个是泰国的方式，马来西亚方式是给它熟透，自然跌下来，然后再捡起来。当然不可以给它掉在地上啦，这个很重要。会掉在地上，因为掉在地上也是那一瞬间要赶快拿起来，不然的话因为地上会湿，会影响到那个果肉的味道，很执着我们而且那榴莲皮。它过水它就是会把你的味道消失掉，可以消除臭味。第一次知道。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文化冲击吗？摩托车太危险了啦，怎么跟时速100的车子一起骑嘞？骑得一样快呢？马来西亚都是这样钻来钻去。马来西亚摩托是可以骑在高速的，你们是不可以嘛？对不对？太危险了。那你呢？你这次？我不是外国人啊，但是身为马来西亚人，因为我在讲我是马来西亚。在城市里面生活久的马来西亚人，我再次重新认识我所不认识的马来西亚吧，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没有走过那么边的马来西亚地区，他们的食物跟节奏，还有他们讲话的方式，人文的感觉也是会让我有一种不一样。因为我其实真的没有去过，很多都是第一次去，好像巴杜巴哈遇到的那个对，很友善，对啊。就很幸运的遇到他，能够跟我大概介绍一下巴杜巴哈，虽然很可惜没有吃到巴杜巴哈的美食就是吃到罗加啦，也算是了，真的也算是了。还有不干我蛮喜欢不干的感觉，对啊，不干的氛围感，就我们刚好那边就是可以住海边啊，可以听到海浪声它会让我感觉你急什么呢？很切的跟你讲话，所以对我来说算是重新认识一个我还没有走过的马来西亚。这趟旅程你觉得比较像是放松的旅行，还是一场挑战？ A 还是 B？ 这个要想一下，我应该还是会选 A 啦。就是我其实真的是带着放松的心情来去坐车，过程遇到很多事情，但是大多数都还是很顺利的，然后有很多很
漂亮的风景，太阳有夕阳，但真的。虽然下雨，但其实还是会放晴。但因为我是乘客嘛，不太了解驾驶人的心情。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很放松啦。我不晓得对你来说是挑战还是放松。对我来说是很爽我很开心我就讲一边开车一边看风景，觉得很爽。有一些风景真的是很值得你停下来，而且马来西亚很多时候都可以停在某些点，很多地方可以停下来，然后让你去看风景，然后把美好的风景给拍下来，我觉得很爽。对，可以随处停，土地太大了，很棒。也没有办法说放松还是一场挑战，对我来说就是 A 跟 B 就是放松也有，然后挑战也有，因为有很多事情发生嘛，但是我不会因为发生这些事情而让我不开心我反而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嘞，我一直觉得整个感觉整个路程来说都很内心都很平静，然后是很喜悦的，就总觉得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就解决啊，就想办法解决看看在解决的那个过程感觉是学习东西。就第一天那个就安哥就提醒我其实是这样我讲原来是这样的。几乎东海岸的边边，我们所住的宿舍它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是用那种密码，对，我想就觉得好好玩，就是遇到一些不熟悉，很多时候都会遇到不熟悉的东西，但是就觉得很新啊，就学习看看了这个是当地的文化就按照着当地文化来到去做啊，就觉得还蛮有趣的。我是觉得这个是挑战，这是有趣的挑战对我来说，但真的不辛苦啊，不用担心我你有看我辛苦吗？看起来是蛮乐在其中的啦。真的，我其实真的是乐在其中。对我来说开车是很 OK 的，而且你也很厉害我是觉得你很厉害，是因为那么长途你不会晕车那对我来说我会晕车要那么久就是如果说我坐在旁边在车上那么久我会想吐我们就有找到对的岗位太好了太好了整个旅程来说是很好玩很开心很感谢希望我们有机会再拿到驾再挑战下一个然后不要再打仗了拜托神啊真的那我真的很没有想到我们真的把每一集都放上去了虽然不是全部的内容但是几乎一些干货就是很实用的都跟大家说了，希望能够帮助到想要自驾旅行的人有机会我们再分享其他的内容。那你有什么要说啊？时间多一点可以在这边多待几天啊，所以就不可以只是飞就是不能够只拿6天7天的假期要拿多少2个礼拜嘛可以吗？可以啊14天的假期14天慢慢老板会骂CP 值很高，就整个像我们这种工作的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的旅行好啦下次见但是要讲马来西亚空拍的话如果你超过多少公克超过某一个你是必须要申请的而且也不是每一个地方可以拍的这很重要有一些地方是不可以拍的这个一定要注意我们会不会一直触发好像差不多倒是没有都一直在走差不多我们又收回来我一直在提醒你小心这个外国人要小心哇你那么小的飞机可以飞得那么高风那么大幸好还可以回来而且我们用的器材还蛮好玩的那个 Insta X5 360嘛对不对对蛮好用的对在某一些地方用它是蛮好玩的然后有一些飞也拍得很好看Action 5跟 Action 3也蛮给力啦因为我们没有用到那个麦所以收音还蛮 OK 的只是最不给力是老二就是那个我的行车记忆卡的问题了对我刚好没有买到好一点的记忆卡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卡的有些画面所以大家可能有些很疑惑怎么卡一下卡住了然后讲话也卡一下就是因为记忆卡很重要要买好的记忆卡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